今天吃什么？咱们来做我家炒饭。您说我家炒饭，这什么炒饭呢？它就是我家的炒饭，就是我家的做法。那么其实我这个做法呢是更接近于扬州炒饭。那么根据我家小朋友他的要求，不断的改良，变成了今天的这种我家炒饭。什么时候想不起来吃什么了，就做这个，他一定喜欢。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下葱花，把它切成末。这扬州炒饭呢，主要的用的材料除了这个米饭和蛋之外呢，还有叉烧、虾，这个葱我们把它先切成末，像这样就可以了，备用。然后我这个呢是广式的腊肠，我平时在家呢也做一些个叉烧，孩子还挺喜欢吃。有的时候做好的时候啊，吃到最后还剩一点，就拿它来做这扬州炒饭。家里没有叉烧的时候，我就用这个广式的腊肠来做。他觉得也挺喜欢，味道也挺好。一般我不从外边买这个叉烧，都是用自己的。这个扬州炒饭呢，实际上它是现在在这个世界各地都非常流行的一个家常菜，很便宜。是中餐馆基本都有。您可能觉得这扬州炒饭这个是淮扬菜，这个不准确，因为这个扬州炒饭最早是广东人发明。广州人在清末光绪年间的时候，在广州有一个聚春园酒家，他倒是个淮扬菜馆，他呢发明的这个菜。当时这个菜还挺高档的，除了咱们看到的有这个虾、有这个叉烧之外，它还放海参，那是就很贵了。现在没有人再放海参了。这个虾我今天用的是这个比较大只的虾，因为这个成菜之后呢，它会变成一个虾球，非常漂亮。您可以如果用这么大的话呢，就参照您的这个菜量啊，按照每个人大概2到4只虾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用小一点这个虾仁儿，一般那个餐馆都是用比较小一点的虾仁儿。我们自己在家做呢，可以做的这个豪华一点，那虾都比较大一点。这个扬州炒饭呢，发明是在广州，但是发扬光大是在香港。后来他们把这个就带到世界各地了，包括现在的海外，只要是中餐馆，基本都有扬州炒饭，做法都是这种粤式的做法。这虾仁我们再把它加上一点少许的盐和胡椒粉，一点淀粉，把它抓拌一下，让它能够先稍微入味。然后我们现在这个锅开始上火，加少许的油，把虾放下去，给它煸炒一下。您边炒边注意它的颜色的变化，看这虾团起来成球了，颜色发红了，大概8分熟左右，您就可以了。赶快把它盛出来，放在一边备用。一会儿您在回锅的时候再让它熟。如果您现在把它炒熟了，最后这虾就老了。虾或者说海鲜的东西，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有这个脆嫩的口感。您没炒熟不行，但是您火大老了也不行。剩下的油我们来打入2个蛋。您刚才的油不是已经炒过这个虾了吗？已经有这虾的鲜味了吗？炒饭是需要有油的，但是油不能太多。您这油多了，炒的时候是觉得方便，但是吃的时候这炒饭就很腻，不好吃。这扬州炒饭呢也有扬州版，这个扬州式的扬州炒饭就更精致一些，用的料都更丰富，但是这个价钱也比较更贵一些，它的影响呢远远没有这个粤式的就广东式的这个扬州炒饭影响大。
所以现在大家基本上说点个扬州炒饭，那个都是这个粤式的炒法啊，蛋炒散啊和这个虾放到一起，在旁边备用。然后我们就把刚才的切好的这个香肠开始煸炒一下。如果您用的是叉烧也可以，注意不要炒的时间太久。您看颜色稍微的发透明了，赶紧就把饭下去，因为如果你炒的时间长，这个香肠会变硬，到时候吃的时候呢，这个口感就不好，太干柴了。而且你稍微炒一下，这个香肠里边油就已经出来了，和您锅里剩下的油，你现在饭一下去，把它一炒匀了，这些油就到饭上去了吗？您还有刚才您这个炒虾的时候，炒蛋的时候，上面都有油，这些最后放到一起，这些油都会跟蛋、跟饭炒在一起，那这个油就足够了。您这时候要再往里加油，我炒不开，我加点油，那您这个菜就太油腻了，一定不能再加油。如果您这是冰箱拿出来的，或者隔夜的饭，您会觉得它比较硬，会成团不好炒，别急。当米饭受热的时候，它自然就会散开。您可以把它稍微敲碎然后慢慢的翻炒它。当米饭被加热的时候，它自然就变成这个颗粒状了。当然，这个跟不同的白米的粘度也不一样比如说泰国的香米，这种就比较容易炒散这个稻米或者日本的这个白米就比较粘性比较大。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米，只要是加热，它都可以炒散，您不用担心耐心的慢慢把它翻炒，给它炒散，炒出这个米饭的这个饭香味儿。这时候您加入少许的盐，注意盐不要太多。您看您这个做的炒饭是作为主食，还是要配其他的菜的？比如说我今天我就吃炒饭，我没有别的了，那您这个盐可以稍微多一点点。如果您是还有其他的菜就拿它就像白饭一样，您它就跟菜一起吃，那您这个口要稍微轻一点，不然的话就觉得越吃越咸。我们吃饭如果说有几道菜的话，您按照这个菜的先后顺序，如果说是有先后顺序上菜的话，这个盐的量要逐渐减少，越吃越淡。不然的话呢，吃到最后就觉得您的菜怎么炒这么咸呢？其实不是，因为您前面已经那菜里有盐了。等饭香上来，饭都炒散了，就把刚才我们的虾和蛋放在一起来翻炒。我们刚才的虾是8分熟，它出来的时候上面还有油，您放在那儿它继续导热刚才的时候已经差不多9分熟了，您再到锅里面去，那饭还是热的，锅也是热的，再把它一起炒，这个虾这时候就9分半，甚至说10分熟了。您如果刚才把它已经炒熟了，这时候您再下锅再放到一起的时候，您这个虾就老了。然后我们放入葱花再翻炒。如果您火够大，锅气够的话，您这时候马上就会闻到这个炒饭的这个复合的香气蛋、肉、虾和这个葱花结合在一起，这个香味马上就上来了。如果您开始的时候放葱花去像爆锅的话，那您这个菜就不好了，因为那样的话呢，您这个葱容易这个炒焦，炒焦了之后，您这个最后米饭炒好了之后，里边那个葱就是一个一个的黑点，非常的不美观，口感也不好。这时候拌炒均匀您基本上这个炒饭就做好了，可以出锅装盘了。咱们尝尝。